能把它减下去。你全身上下你其他地方都减干了，你肚子上一定是还是有点肉的，你不可能一点儿都没有。你一点儿都没有的话，你的内脏谁来保护？我跟你就是，你如果只是追求短时间之内的那个低体脂，你可以再努力的刷一刷，但是那种长期那种就是那种下腹爆血管儿的那种低体脂，你长期很难维持。你需要就是你需要全身心的去投入到减脂这件事儿。我觉得这就违背了那个健身的初衷了。健身的初衷，第一是为了健康吧，第二才是为了好看。不要本末倒置，就不能为了好看不要健康。不是没有白练，你只要练，我跟你讲，你只要练了，你的肌肉、你的肌纤维撕裂了，你细胞产生代谢废物了，它只要产生分解代谢了，它就一定有合成代谢的这个过程，根本不可能白练，绝对不可能的。你接下来就是你练完力量，你再去做有氧，再去游泳都没问题。你接下来的就需要你去好好休息，然后好好吃饭，好好的让身体去参与这个合成代谢的过程，你的肌肉才能长。你不喝蛋白粉，你不想喝就不喝嘛，谁没人逼你喝，那多吃点肉呗。我可不是那种逮着一个人就随便安利他，就安利他要喝蛋白粉的那种人。我自己有时候我也懒得喝，吃肉呗。是的，你要能坚持下来吃，瘦的很快。但是我坚持不下来，我这人对吃特别挑剔。男人一个月只练2次腿行吗？我觉得练腿这种东西，今年练了，一年练一次就差不多了吧？年初练一次，年底练一次。对，其实蛋白质这种东西，我跟你们讲，饮食这种东西不是说它不是算出来的，就是它考验的是你对身体的就是一个了解程度。就是你如果想要如果你不打比赛啊，你想要那种常态化饮食的话，就是把饮食融入到你的这个力量训练和生活中的话，你不需要严格的去计算，你就大概知道自己一天需要吃多少蛋白质，你只要把蛋白质固定了，脂肪和碳水你就按照饱腹感去吃就行。这不，它考验的是你对自己身体的一个感知的一个状态。就像我有的时候我从来不算，但是我知道，我是就是我每天自己心里吃了多少，吃没吃够，我是能感觉出来的。三餐没有蛋白质都是碳水，那可不行啊。那个就是蛋白的话，还是1.8克吧，最好能保证每公斤体重1.8克以上。然后油的话，反正就是不要，就是油的话，你们自己也都清楚啊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蛋白质是其次啊，蛋白质还是其次，主要是你的那个力量训练和休息。其实一个是训练强度，一个是睡眠，我觉得这两个是最重要的。但是蛋白质也不能不吃啊。
我在不吃肉了的时候，我一天也是喝2勺蛋白粉的，就是蛋白粉我从来不喝的，我最多就喝点蛋白粉。纯碳水饮食太难了，你熬夜肯定也不是白练呀，只是你相对来说身体恢复的没那么快而已，只是就是让你的这个增肌效率更低了，变低了。他没有说就是怎么说呢？他不可能说你练了还掉肌肉，除非你什么都不吃，你把自己纯纯的给饿瘦了，你可能掉。但是只要你练了，你好好吃饭，就是就算你熬夜，它也会长，它只是长得很慢而已。因为你不光睡觉，你平时就是你只要不练，你在那坐着不动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也在恢复，只是它的恢复效率绝对是没有睡眠高的。一边是75公斤吧，但是它这个应该是一个省力杠杆啊。我没研究过这个器械的杠杆结构，这一边是75公斤的片儿，但是我感觉它是个省力杠杆。实际上可能如果正常做划船的话，可能一边也就等于30-40公斤吧。刘老师没，刘老师还在呢，他在那儿练什么呢？练背呢还是练肩呢？反正正在欣赏自己。妈，他那个肌肉形态是真的屌，我操！他那肌肉形态，跟你讲，你这个话是真的说对了。我对象在直播间嘛，我女朋友是学舞蹈的，她是北舞的。哇，哎呀，这有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就很多东西它只能意会，不能言传，你知道吧？就是这，就是有些话自己心里边清楚就行了，就说出来的话，说出来会被打的。他脾气，其实我跟你讲，你就坚持练就行。你现在体重多少？这个 Iris，这单词怎么读啊？你现在体重多少？你身高多少？你可以报一下，你报一下，然后我就知道你的这个极限，或者说就是你练一两年能练成，坚持练一两年能练成什么样？你报一下你的身高体重，1米8，107，85公斤是吧？85公斤对于1米8来说还是有点重了。我觉得你1米8的话，你想练成搏击啊？我跟你讲，你想练成搏击的话，你的体重还得再降个
20斤，体重降10公斤，差不多。不要着急，用2年的时间，2到3年的时间去实现这个目标。我一年掉十斤，一年掉十斤差不多，1米78，140。1米78，140的话有点偏瘦，说实话，有1米78，1.4，中等身材吧，也不算偏瘦，中等身材，只能说中等身材。就是你的可能有一点肚子啊，有一点点，但是不多，全身上下肯定是没有什么肥肉。你就先练吧，你像你这种1米78，140，你先练呗，练就完了。我跟你们说，减脂可要比增肌容易多了。就是你们正常去减脂的话，你可能3个月、一个月你就能见出效果，你一个月掉个3、4斤都正常。你要对自己狠一点的话，但是增肌不一样，你一年增5公斤肌肉，这难度要比减5公斤肥肉那难的不止10倍。我操，太沉了！加了味精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味精啊？什么叫味精啊？打针灸之后变胖了。我跟你讲，针灸这种东西怎么说呢？我只是对它抱有怀疑的态度，我不信，我是不信这种东西的。那挺好的，因为我之前我的这个胳膊受伤了之后，我也去那个扎过针灸，他去扎我的腹，你知道吗？他扎我的腹肌，我的腹肌我就觉得非常的离谱，然后扎完之后我一点感觉都没有，还做那个艾灸，我觉得就是割韭菜，割我的韭菜。可能你碰上那种好的，你碰上那种好的大夫了。哦，团结湖的中医堂是吗？我之前去的是那个北京按摩医院，它是在一个还是挂的是特需门诊，它在那个灵境胡同那边儿，是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我学习到了。
感谢必友，感谢必友，又让我学习到了新知识。那你就碰上好大夫了呗？我靠！我跟你讲，这种积德成善啊，好人。真好！我靠！那你确实碰上好医生了。我操！我没有换，我一直都在这个铁馆练，没有换，我就是在这儿办的年卡。然后我之前去的那种地方，我之前就是有头大半夜播的是在廊坊，廊坊那都不能叫铁馆儿，那就是一普通的小健身房，也就比乐客强一点儿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们讲，就是我以前也特别瘦，我以前也特别瘦。我在上大一那会儿，我体重才55公斤，不到60公斤吧。我一直以为是我小时候挑食导致的，就是我一直以为是我不爱吃饭。后来上了大学之后，然后经常在外面吃了之后，才发现原来是家里做饭太难吃了。就是可能在家人的认知里面，他们觉得好吃那几样菜，就是永远都是反反复复来回做，然后还经常道德绑架我说我不吃这个不吃那个，说辛辛苦苦做了这么半天为什么不吃？就直到我后面就是我自己赚钱，我自己在，只知道后面上了大学，然后拿到点生活费，开始跟朋友经常在外面吃之外，之后我才发现原来，然后就是家里做饭太难吃了，然后后面我自己做饭了嘛，后面我毕了业之后，我工作之后我自己做饭，我才知道原来就是真的是做饭难吃，我自己做的饭我基本上就是全都吃光了，基本上不剩，因为我做的都是自己喜欢吃的口味儿，家人也是，家人他们做的都是自己喜欢吃的菜，他们不管你喜欢吃什么，我自己也做饭呀，我知道去放什么调料能让这个菜变得更好吃，就之前这个怎么去腌制，然后中间加什么调料能让这菜变得更好吃。但是家里人就不一样，家里人呢，就像我妈妈，她在她的认知里边就那几种调料。是啊，我也是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看见豆角我就想吐，就是因为小时候吃豆角吃吐了。不放辣椒，我跟你讲，北方人做饭很少放辣椒的。第一，我妈这个人她不吃油，她不爱，她一点辣都吃不了，她不吃辣，然后她不吃咸，然后但是呢，她又是那种北方人的那种特别喜欢吃那种很油、很油，然后喜欢炸，然后喜欢吃那个放很多酱，真的就特别难吃，也不健康。说实话，根本不健康。我觉得有的菜放点辣椒反而健康。
我现在我自己做饭，我都会去放点那种黄椒或者那种小米辣，然后放点泡椒，真的很崩溃。就是真的，